共濟會、光明會、3K 黨，這3個神秘組織號稱西方世界的地下皇帝，他們有着巨量的財富和權力，真正意義上的站在了世界的頂峰。到了如今，金錢对于他們來說只是一串意義不大的數字，尊嚴和不可撼動的社會地位才是他們終其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標。可在美國，真正活躍在金字塔頂端的卻是另外一個組織，它有着長達191年的歷史，詭異的入會儀式每年只吸納15人，信奉的更是死亡和權力。這個古老且神秘的組織便是骷髏會。總統入住的白宮，權力中樞國會內閣，法律執行者的大法官，範圍遍布全球的中央情報局。美國的每一個機構都有着骷髏會的身影，甚至就連共濟會都被滲透。上個世紀80年代的骷髏會成員更是成為了共濟會的最高管理者。現在讓我們把視線放到美國的耶魯大學中，這裡有一棟神秘的建築，3層的樓房和周邊格格不入，空體，沒有任何的窗戶，厚重的枷鎖代表着它不對外開放。這便是美國本土最具有權勢的組織總部，名稱叫做骷髏總會墓穴，始建於1832年，至今已有191年的歷史。墓穴的大門一年只會打開一次，目的便是吸納最多15名新的成員。如此循規蹈矩且嚴苛的組織規定，決定了世界上最多也只有上千名存活的骷髏會成員。但就是這個藏身於美國頂級學府內的神秘組織，卻誕生了4位美國總統、2位美利堅聯邦大法官，以及數十名州長和數不清的參議員。中央情報局自誕生以來更是始終掌握在他們手中。那麼骷髏會是如何做到在短短190年裡走上了頂峰？又為什麼將總部設立在耶魯大學內呢？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832年，一名叫做威廉·羅素的耶魯大學生去到了德國留學，在那裡他偶然結識到了一個神秘組織的領導者。這個組織便是18世紀歐洲臭名昭著的光照會。光照會以骷髏為標誌，屬於光明會的一個分支。年輕的羅素很快融入到了組織內部，參與了各種學生和工人的遊行。幾年之後，羅素回到了美國，在這裡他依舊懷念在德國的生活，於是召集了耶魯的大學生，成立了一個組織。最初的目的是想為自由而戰，為自由而生，並給組織的名稱取名死神兄弟聯盟，俗稱骷髏會，並且將32作為組織的核心數字。其中的32代表羅素於1832年加入光照會，2則說明他們是德國光照會的第2個分支。於是從此刻開始，骷髏會每年都會吸納最多15名耶魯新生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在數量不多且成員皆為大學生的情況下，骷髏會為何會擁有統治美國的能力呢？這裡就不得不提到那嚴苛到變態的入會制度。首先，新的成員要麼是美國的豪門世家，並且不是那種一夜暴富型的，要的全是老炮財主。其次，最好是歐洲的移民，不論是英國或者德國亦或是愛爾蘭。接着還要排查家族勢力，如果家族社會地位很低，就算再有錢也不會吸納。最後便是在大學所學的專業必須是金融或法律，因為在美國如果想要進入政壇，唯二能走的路線便是這2條。其次還有幾條鐵律，一是不接受黑人和猶太人，2是不能有犯罪前科，3是不能沉迷於女性，4是不接受女性成員。所以說骷髏會幸好不是在现如今成立的，不然肯定要被貼上種族歧視以及性別歧視的標籤。可也就是因為這麼多的條條框框，使得美國當時眾多名门望族的後代加入到了其中。光是被公開的就有塔夫托家族、布什家族、哈里曼家族、希尔顿家族以及洛克菲勒家族。时间到了2000年，一本叫做《墓穴的秘密》的書横空出世，作者用了8年時間採訪了數十位骷髏會成員，上文中所提及到的內容全都是骷髏會成員所述，並且書中還預言2004年的總統大選將成為骷髏會權力的頂峰，因為2大總統候選人都是該組織的核心成員。果不其然，候選人分別是小布什以及克里。這2人分別在1967年和1966年從耶魯大學畢業，並且都進入到了耶魯大學那幢詭異神秘的3層小樓，順利地成為了骷髏會的一員。隨着此書的發行，也徹底曝光了骷髏會，讓全世界人都相信了美國似乎被一雙看不見的黑手操控。畢竟如果一個民間組織可以左右總統的競選結果，那麼他便是定制規則的人，普通人看到他也只能望其項背。